你的伴侣产后抑郁了，你也在崩溃的边缘吧？上一期我讲了产后抑郁的神经科学，激素断崖、大脑重构、齿感回路3层同时砸下来。那一期是写给母亲的，今天这一期写给父亲，那个每天下班回家不知道会推开一扇什么样的门的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这期视频的起因是一位观众的留言，他说他的伴侣产后大半年确诊了重度抑郁、中度焦虑，总是想自杀、失眠、头疼、腹泻，情绪崩溃大哭，孩子送去了父母家，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张。他的留言很短，但我读了很多遍，因为在那些克制的字句底下，我看到了另一个人的窒息。他没有说我也快撑不住了，但他不需要说。今天我要跟你聊一个几乎没有人讲的话题，产后抑郁家庭里那个不是病人的人正在经历什么。先给你看一个数据，2021年发表的一项覆盖多个国家的大型荟萃分析显示，当母亲患有产后抑郁时，她的伴侣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高达 50%， 一半。请注意，这不是有点难过，这是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抑郁。即便母亲没有产后抑郁，父亲在产后3到6个月出现抑郁的平均概率也有 25% 左右。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认知，但几乎没有人在关注这群人。所有的育儿书、所有的产后指南、所有的社会舆论都把目光集中在母亲和孩子身上。伴侣的角色定义非常清晰，你是支持者，你的任务是坚强，你的需求排在最后。这不是一个小问题，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盲区。为什么伴侣也会崩溃？因为你不是在旁边看着他抑郁的旁观者，你就站在暴风眼里面。我用3层来拆解你正在经历的事情。第一层，你的神经系统正在被他的痛苦淹没。人类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做镜像神经元的东西，它的功能非常原始。当你看到另一个人痛苦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自动在内部模拟那种痛苦。这不是矫情，不是玻璃心，是你的神经系统出厂自带的功能。当你每天面对一个深陷绝望的人，看着他哭，看着他说活着没有意思，看着他拒绝抱孩子，看着他一天天枯萎下去，你的镜像神经元在做什么？他在一刻不停地接收、复制、模拟他的痛苦。你的大脑在物理层面上正在被他的情绪持续冲刷。同时，你的 HPA 轴，也就是大脑里负责应激反应的那套系统，已经被长时间激活了。长期应激的后果是什么？皮质醇居高不下，睡眠质量下降，注意力涣散，免疫力降低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。你开始暴躁，你开始冷漠，你开始在心里说出你不敢说出口的话。这不是你变了，是你的神经系统在超负荷运转了太久，开始出故障了。第二层，你正在经历一种叫做无能之痛的东西。男性在面对伴侣痛苦时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反应模式，解决问题。你会想方设法让他好起来，你带他去看医生，你帮他查资料，你调整工作时间多陪他，你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语气，你在心里列了100个让他开心的方案。但产后抑郁不是一个你能修好的东西，你做了所有你能做的，他还是在哭。你说了所有你能说的，他还是说活着没有意思。你用尽全力，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改变。这种无力感是比疲惫更深层的一种痛苦，它击中的是你对自己角色的根本认知。你是他的伴侣，你应该保护他，但你发现你保护不了他。很多男性在这个时候会开始出现2种典型的防御反应。一种是愤怒，你在心里想，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，你为什么还是这样？这个想法一出来，紧接着就是强烈的愧疚。你知道他是病了，你知道你不应该生气，但那个怒气不受控制。另一种是退缩，你开始加班，你开始沉默，你开始在回家的路上在车里多坐10分钟。不是你不爱他了，是你的系统在自动切换到回避模式。这是人类面对无法解决的威胁时的本能反应，不战则逃。这2种反应都不是你的错，
它们是你的神经系统在资源耗尽后的自动保护机制。但这里有一个特别扎心的悖论，你越是愤怒，他越觉得自己是负担；你越是退缩，他越觉得被抛弃了。而他越是觉得被抛弃，他的抑郁就越重。他的抑郁越重，你就越无力，越想逃。你们两个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互相伤害的螺旋，不是因为不爱了，恰恰是因为太在意了。但谁都不知道怎么在这种极端状态下表达在意。你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，我猜一些。我也很累，但没有人问我。我不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，你什么都不要，但什么都不满意。我觉得你不是不想好，你是不想让我好过。最后一句你连想都觉得罪恶，但它在你脑子里出现过。出现过不代表你是坏人，代表你的系统已经在过载了。第三层，没有人允许你说我也不行了。你回头看看你身边的支持系统，你的父母在忙着照顾孩子，他的父母可能在责怪你照顾不好他。你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跟你聊这个话题，你的同事不知道你家里在经历什么。你去网上搜怎么帮助产后抑郁的伴侣，搜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多陪陪他，不要跟他讲道理，给他空间，做家务，带孩子。每一条建议都在告诉你，你要做更多。没有一条在问你还好吗？你被默认成了一个不需要关心的角色，而这个角色定义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。因为当你被定义为支持者的时候，你的痛苦就变成了不被允许存在的东西。你不能喊累，因为它更累；你不能崩溃，因为它已经崩溃了；你不能说我也需要帮助，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和孩子身上。你的痛苦没有名字，没有位置，没有出口，而且你还背着一层额外的包袱，你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痛苦。他是那个激素断崖的人，他是那个大脑在施工的人，他是那个连睡觉都没法完整睡一觉的人。你算什么？你只是站在旁边看着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喊累？这种我的痛苦不够资格的想法，会让你把所有情绪都咽下去。咽一天可以，咽一周可以，咽几个月呢？情绪不会因为你否认它就消失，它会变形，变成你莫名其妙的暴躁，变成你对工作的厌倦，变成你半夜醒来的空洞感，变成你看着孩子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。你知道这种状态在心理学里叫什么吗？叫做隐形的伤者。就是那种明明站在事故现场流着血，但因为旁边有一个伤得更重的人，所以没有人看见你也在流血的人。好，讲到这里，你可能想问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不会给你一个12步行动计划，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，不存在万能的操作手册，但有几件事是我在消化了大量研究之后觉得最重要的。第一件，承认你自己也在受伤，这不是示弱，这是精准的自我评估。一架飞机的氧气面罩掉下来了，你必须先给自己戴上，然后才能帮他戴。如果你自己的氧气耗尽了，你们两个都会窒息。你有权利疲惫，有权利困惑，有权利偶尔想逃。承认这些感受的存在，不代表你是一个坏伴侣。恰恰相反，一个敢承认自己也在受苦的人，才有可能维持长期的支撑力。如果你已经开始失眠、暴躁、长期情绪低落，去看医生，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自己。伴侣的抑郁也是抑郁，和他的一样真实，一样需要被认真对待。第二件，停止试图修好它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反直觉，但它可能是你最需要学会的一件事。产后抑郁的恢复不是线性的，它不是你做了1、2、3它就会好起来的流程。有些天它会突然好一点，然后第二天又坠回去。你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，它的状态可能完全没有变化。你的任务不是让它好起来，你的任务是在它没好起来的时候还在。这两件事差别巨大，前者把你变成一个救援者，失败了就会崩溃；后者把你变成一个锚点，你不需要解决问题，你只需要不消失。什么叫不消失？不是24小时守着他，是他哭的时候你坐在旁边不走，是他说了很难听的话之后你等一等再回应，是他说不想活了的时候你不惊慌失措，不急着反驳，
你只是说我听到了，我在。共调节，上一期我讲过这个概念，你的平静呼吸，你的稳定存在，你不带评判的眼神，就是他的神经系统此刻最需要的药。不需要说什么聪明的话，你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生理性的干预。第三件，建立你自己的支持系统，你不能是它唯一的锚点。一个锚连着一条船，如果这个锚自己也开始松动，船就完了。找到你的出口，可以是一个朋友，一个兄弟，一个同事。你不需要跟他们详细描述你的困境，你只需要有一个空间，在那里你可以暂时放下支持者这个角色，做回你自己。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，专业的心理咨询不只是给患者用的，照顾者的咨询在很多地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服务了，不丢人。这是一个聪明的决策。第四件，也是最难的一件，降低你对正常生活的预期。你可能心里有一幅画面，小家庭、新生儿、幸福甜蜜，朋友圈里的岁月静好，现实把这幅画面撕碎了。你觉得生活脱了轨，你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你会想，这还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给你一个时间参考，大部分产后抑郁在得到专业治疗的情况下，6个月到1年内会有显著好转，有些更快，尤其是那些及早干预的。这不是一个永久的状态，但它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中间会有反复，会有你觉得已经好了，然后又掉下去的时候。这段时间里，你们的生活不会是正常的。接受这一点，不是放弃，是战略性的务实。你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不可能同时做一个完美的伴侣、完美的父亲、完美的员工，还要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，哪里都做到100分是不可能的，也不需要。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关键的3件事上就够了。孩子健康，他在接受专业治疗，你自己没有垮掉。这3件事做到了，你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不是我在安慰你，是我在陈述事实。在那种强度的压力下，能做到这3件事的人已经是少数了。第5件，有些话永远不要说，别的妈妈也这样过来的。不要说，这不是鼓励，这是一刀捅在他最痛的地方。你想想孩子，不要说，他不是不想孩子，他是没有力气想。你让一个溺水的人想想岸边的风景，这不叫鼓励，叫残忍。你就是想太多了。不要说，抑郁不是想太多，抑郁是他的大脑化学失衡了，就像一台电脑的操作系统崩了，你不能跟电脑说你不要崩了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这句话在你心里可能喊了100遍了。我理解，但说出来的那一刻，他接收到的不是你的无助，是你的嫌弃。你可以换一种说法，我想帮你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帮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同样的需求，完全不同的效果。还有一种最隐蔽的伤害，是你以为在帮忙的鼓励。你看你今天精神好多了，你觉得这是肯定，但他听到的是压力，因为他知道他明天可能又会掉下去，而你的期待会让那个掉下去变得更痛苦。他会觉得，如果我明天又不好了，他是不是会失望？最好的语言往往是最简单的。今天怎么样？不带预判，不带期待，只是一个开放的、平静的询问，让他有空间说好，也有空间说不好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做一件这个频道不常做的事，我想直接对那位给我留言的观众说几句话。兄弟，你走到今天没有放弃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你愿意公开来问这个问题，说明你还在想办法。你还在想办法，就说明你的船还在走。产后抑郁是一场有终点的风暴，你们不是在一起慢性死亡，你们是在一起穿越一条隧道，隧道很黑，但它有尽头。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伴侣，你只需要在它最黑的夜里做那根不灭的蜡烛，不用照亮整个房间，只要没有熄灭就好。这2期姊妹篇，一期写给风暴中心的他，一期写给风暴中站在他旁边的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能交换着看。你看看上一期，感受一下他的大脑正在经历什么，让他看看这一期，让他知道你也在承受着什么。
你们两个人各自扛着各自的痛，互相猜测对方在想什么，互相误解对方的沉默和爆发。如果能有一个瞬间，你们同时看见彼此的伤口，那个瞬间本身就是治愈的起点。不是因为看见了就不痛了，而是因为看见了，你们就不再是各自孤独的痛了。如果你也是那个正在陪伴产后抑郁伴侣的人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或者你还在熬？评论区告诉我，这一次我特别想听你们的声音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